1863年，美国废除了对黑人的奴役，可南方的黑人们还是遭到了噩梦般的对待。由威尔·史密斯扮演的彼得终于奋起反抗，带领着黑人们一路向北逃亡。前方有遍布着毒蛇的沼泽，后方的白人追兵已经赶到。被鳄鱼吓坏的黑人小伙，直到被猎犬抓住，都没敢迈进水里放手一搏。Look here, boss.We got a runner. 小伙注定只能成为给鳄鱼塞牙缝的食物。这是威尔·史密斯再次冲击奥斯卡影帝的一部电影，以南北战争黑奴北逃为历史背景切入，用黑白镜头把最真实的黑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史密斯扮演的彼得在孩子面前最后一次给妻子洗脚，他坚定地告诉家人一定会获得自由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大胡子白人破门而入，要把彼得抓到工地去干活。就连和家人最后拥抱道别的机会都不给，甚至拿他妻子的性命来威胁他。在这个年代，黑人只是白人的奴隶，每个村里的壮汉都会被装进囚车带去工地。此刻的彼得只能祈祷妻儿平安无事，一路颠簸来到了工地附近。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套上锁链，只能低下头，光着脚走在泥巴里。但凡想要逃跑的，都会被绑在刑场示众。整条繁琐的铁路全都是黑人在劳作，只要听到枪响，就意味着又一个不听命令的被就地处决。在这里，黑人没有半点尊严，唯一的住宿就是这个木头笼子。只要干活不积极，就会遭到白人的毒打。彼得想要帮助同伴，却被大胡子白人用枪指在脑袋上。好在将军及时回来，阻止了大胡子下黑手。一个想要逃离的黑人被抓了回来，彼得亲眼看着他被白人按在木头上，火红的烙铁直接印在了他的脸上。而吉姆将军正是这里的黑奴猎人，纵使是铁血的黑人硬汉，在这处境下也忍不住潸然泪下。彼得让大家一定要坚持自由的信念。第二天，大胡子又在处置一个年轻的黑人，彼得实在看不下去。大胡子见状怒骂彼得滚回去干活，可彼得却缓缓走到了他面前。大胡子将愤怒转移到了彼得身上，并再一次掏出了枪准备处决彼得，但这次还是被吉姆将军阻止。他犹如看宠物一样看着彼得。夜晚，吉姆来到了彼得身边，要让他给自己当狗来玩。Perhaps you will give me some of that fine meat you give your other dog. 就是这样一句嘲讽，让他遭到了非人一般的待遇。他被吉姆绑在面前，让猎狗肆意地享受猎物的恐惧。黑人们都不认为他能熬过一天，但他们小看了彼得心中的信念。午餐时，彼得告诉大家一个重大消息：他昨天从大胡子嘴里听到一则秘闻，林肯已经宣布了解放黑奴。然而，他们这群南方的黑人还是被当成了商品。想要自由，就必须要逃到巴吞鲁日加入军队。众人纷纷决定跟随彼得一起冒险，尤其是脸上被烙印的黑人更加坚定。彼得终于找到了一次合适的越狱机会。一个年迈的黑人老头扛不住疲惫，永远地倒在了彼得面前。大胡子让他把尸体搬走。彼得按照命令把老头搬到尸坑旁边。当他把老头扔进坑里之后，大胡子又要求他把石灰铲进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彼得注意到了大胡子的右手已经扣动了扳机，他很清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趁着爆炸声，他放倒了众人，将憋了半个月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。紧接着夺过黑胡子的佩刀，朝着沼泽逃去。黑人们纷纷一拥而上，集体逃亡。吉姆第一时间举起了武器，一枪一个人头，唯独被彼得险之又险地逃了出去。We got work. 他放出3条猎犬，朝着沼泽深处追去。彼得靠着鸟群判断着方向，带领3个黑人伙伴飞速向着北方逃亡。彼得几人突然意识到这样无法摆脱追捕，他们只能分头行动。彼得独自逃到了一户贵族家的别墅，他悄悄地穿过后院偷了个土豆。这一幕被小女孩发现，她紧急摇起了警铃。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已经刻入了孩子的心里。吉姆闻声立刻朝着彼得追去。彼得包扎好伤口后，朝着沼泽林深处逃去。他用一条碎裤腿吸引了猎犬的注意，而自己就躲在一旁的沼泽里。吉姆看着水里的鳄鱼，断定彼得不在附近。就在他们离开后，彼得终于憋不住爬出了沼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条鳄鱼猛地窜出，一把将他拖回了水中。彼得拼尽全力与鳄鱼展开了水下搏击，好在他身上还有一把匕首。鳄鱼临死都没明白自己输在哪里。一无所获的吉姆再次回到这里时，竟然发现了被彼得干掉的鳄鱼。此时的彼得遇到了一大群马蜂，他将沼泽泥均匀地涂抹在脸和脖子上，内心向往着自由的坚定信念驱使着他一步步蹒跚向前。没多久，他发现了白人们的岗哨，这里的炭火还留有余温。彼得将匕首插入炭火中，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烫着腿上的伤口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止血。随后点燃一个烟筒，朝着树上爬去。这上面有个比他脸还大的马蜂窝，用烟把蜂窝里的马蜂赶出家门后，他成功的拿到了甜美的蜂蜡。而此时的吉姆已经发现了他这里冒起的黑烟，他快马加鞭朝着那里赶去。彼得被毒蛇吓了一大跳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挑开后坐进了小船里，用蜂蜡涂抹好伤口后便朝着沼泽深处滑去。等吉姆追到时，彼得已经滑到了湖中央。然而南飞的大雁却让彼得发现自己走反了。踏上北边另一片沼泽后，他遇到了一起出逃的黑人，两人用洋葱擦满了身上的每一处，以此来掩盖气味，防止猎犬追捕。可他们绝望地发现，猎犬还是闻到了他们的气味。躲在树上的黑人队友被他们发现。I'm not a slave. I am a man. I am a man. 就在黑人声嘶力竭的那会，一声枪响将他从树上打了下来。吉姆用看猎物的眼神缓缓朝他走来，
没想到第2次被抓的黑人宁死不屈，并没有把躲在2米外的彼得招供出来。吉姆等人离去后，天空下起了暴雨。彼得看着同伴的尸体，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中。当他以为要重获自由时，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破败的战场。正在他绝望之际，突然在远处看到了残存的战舰。彼得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朝着部队狂奔，只要跑过最后这段路，他就可以彻底摆脱黑人奴隶的人生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匹马突然朝他袭来，黑人猎手吉姆将他抽倒在地，并缓缓掏出一片狗粮。Big dog. 眼看着彼得宁死不屈，吉姆举起了武器威胁他。然而突然一声枪响，吉姆被当场击杀。紧接着一队士兵向他走来，彼得惊讶地发现对方全是黑人。在这一刻，他终于卸下了最后的防备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醒来后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军营，黑人在这里全都有一席之地，甚至还可以当上军官。医生很惊讶他这一身伤能熬到现在。然而当他想要回家救回妻儿时，却被将军一口拒绝，除非他能参军一路打回南方。彼得准备去参军时，遇到了几个战地记者，他们听说了彼得的经历后，请求将他被奴役的经历记录下来。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黑人奴隶的惨状。可当彼得转过身的一刻，两人顿时惊得无言以对。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其实并不夸张，导演只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事件本人的真实状态。拍完照后，彼得当上了一名士兵，他所属的军队里几乎全是黑人，他们一路朝着南方打去，势必要解放那里的黑人同胞。然而战场永远都是最残酷的地方，第一场战斗就让他们死伤过半，武器的落后让他们举步维艰。彼得一路匍匐来到了受伤的长官身旁，在他的号召下，长官和所有的黑人士兵奋勇突击。一番苦战后，他们的军队解放了南方，重新回到被奴役的家乡，让彼得心里百感交集。将军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商品竟然随着大部队打了回来，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队伍整齐划一地来到大街上，长官向黑人奴隶们宣布他们已经自由。这一消息让黑人们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彼得四处寻找着自己的妻儿，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孩子。妻子痛哭着冲上前来拥抱丈夫，在这一刻，他们所受过的一切痛苦都已经不在乎了。只要家人能够团聚，只要能够拥有自由，正是无数像彼得这样意志坚定的黑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